我来的那几天，正好他们就是发生了2次枪战。写七级浮屠的时候写到，这片土地从不缺少勇敢的人，当时我都流泪，就是说哭着写的。妈了个逼！你看写人家比什么鸡巴音乐？我操！跪着。张工，我操！我看你那妈逼混腻歪了。对，张工刚来到美国的时候，接受过美国很多媒体的采访，当时你是什么心情？挺多联系我的，但是当时刚来要安家呀、租房啊，很多事情要做，所以只是有美国之音，然后参加了他们的一个节目。对，你看美国之音都相当于国家级的媒体了，你在中国接受过这个待遇吗？暂时没有，不过再回去肯定会有。焦点访谈，今日说法。对，今日说法。丢失了自己，也迷失了方向，是对爱的事过于渴望。这个我想要离开中国，可能就是说从我孩子上1年级吧，然后我女儿从上1年级就发现老师会经常让她就是那么小的孩子让他们背核心主义价值观，然后你像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之下，我作为一名父亲，而且我正好我也是从事教育行业，我不想让我的孩子就是说在这么一个环境下去成长。当时你要来美国，你做这个决定是参考谁呀？也没有参考谁啊，是因为互联网上在宣传走线吗？你才有这个想法？不是的，在这之前的时候，早就想来，我都想了，就是说也想了，但是我没有方法，是没有一个途径可以让我一家当时是全来，1、2、3、4，我一家5口人全部都来，然后正好当时呢大家都在偷渡，然后能满足我这个条件的，可能只有这么一个方式，对，所以你有没有试过申请签证？试过。父母也试了？没有，只有我自己试过。然后，但是我试的这个，啥也不懂，也没有问，就自己在网上提交了一份申请，就跑那哈尔滨大使馆就去了。哈尔滨有大使馆吗？对呀，有啊。沈阳。这东北的那个叫不是哈尔滨，是沈阳。你是山东人，为什么去沈阳办签证？我不知道呀，我从淘宝上我从国内的一个就是平台上面我就找这个申请美国签证，他就和我说你想申请哪一天，我就说我也不知道，最快吧，然后他就说沈阳领馆，然后我就去了。我到那儿了之后呢，人家就问我干啥，我说我去美国去参加就是一个演出，因为我让威斯康星州立大学的古典吉他教授瑞内，他之前就是我们有联系方式嘛，他在去上海包括去广东当评委，我们都有联系方式，他非常厉害，也是我跟着他上这个叫进修课上了1周，就我们在一个酒店里面也不出去1周时间，对，然后我就让他给我发了一个邀请函，我就拿着这份邀请函我就说来了。然后人家问我，看了所有的学校的邀请函和这个叫这教授瑞内教授的邀请函都没有问题，然后他就问我你的行程计划是什么，我就懵逼了，我说啥行程计划？他说你准备哪一天去哪一天回？我说我不知道呀，我是想先把签证申请下来，我再去买机票，就是计划啥时候走呢。然后他就又叫了一个人过来，然后就看了看，然后就说不好意思，就给了我一张黄色的纸，然后就让我走了。你来到美国之后，最高1个月赚了多少钱？没赚钱，净赔了。最少1个月赔多少钱？反正就是说，也就是从3、4月份吧，今年公司刚开始持平，对，然后4月份卖了1个月就是15、16万。你来到美国之后被多少人骗过？
我能记得住的这种大片的话，就是说是3个。我的天！一个支票1190给了我一张空头支票，再就是后来这个就是我刚才和你说的那个嘛，我说现在我还不想说，因为这件事情就是我还在这等着，说不定人要不骗我呢。但是还抱有幻想，基本上本上钉钉了，但是我还是想再沉淀沉淀。但这个人绝对是一个专业骗子、职业骗子，因为我的好几个就是和他产生过认识的人交易的都是这样，对，都对他的评价他也骗过好几个人，就可能我是最后一个吧。骗你的这3个人都是同胞吗？那必须的，都是老乡是吧？哎，对了，都是老乡，倒不至于都是河南人。你被骗完自己也得反思吧，也不是说对方100%责任吧？我肯定要反思啊。然后，但是我觉得就是以我的性格，我可以完全避免掉的，只有那个一张1190块钱的支票，我是觉得就是可以避免掉的。然后从那一次之后到现在，我没有再收过一张空头支票。因为第一次合作的客户，你不管要多少，你必须给我现结，然后现金，你要么现金，要么当然我不喜欢要现金，因为我还要去银行入账，我是要这个叫支票或者最后直接给我转过来。然后支票呢，你给我开好了，我必须要入了账，我才给你货。你要提前，比如说我在亚利桑那的客户，还有旧金山的客户，他们都必须先给我钱，提前2天，我入完支票之后，然后你们再安排司机过来拉货，这样子。目前你从事什么行业？餐厅用品批发嘛。就是做打包盒，然后就是筷子、纸巾，然后就是餐厅用的、to go 用的，就是打包盒，然后从汤桶、什么方盒、圆碗、小料杯、饮料杯、热饮、冷饮的奶茶杯，然后吸管，我说起来好打印纸、垃圾袋，哇，塑料袋啥都有。对，但是呢，我现在正在做一个比较重要的事情，就是我自己品牌的纸巾，就是说7月份我会把我的纸巾自己品牌的纸巾厕纸和抽纸，然后在网络上就是销售，然后这个月底呢，我自己的官方网站也会做出来，然后线下呢，我会把就是因为有9个货柜要来嘛，然后这9条货柜我会把这货就是我争取在今年的11月份之前，我再下第2个订单。我下一个订单的话，我想下至少10条柜，当然也要看这9条柜的销量。对，你看你刚才说你的父亲因为你创作了《除夕》这首音乐，很多亲朋好友包括老乡认识很多年的朋友都给他拉黑了。但是呢，你是一个反共的音乐人，你有没有想过，因为你反共，很多洛杉矶商家不敢跟你合作吗？不敢跟你接触吗？对，我这个倒没有去想过，就是也从来没考虑过，因为就是说我就是送餐盒的小张，就是说我在我的业务是我的业务，我的爱好是我的爱好，我分得很清楚的。如果说我到了一家餐厅，他说，哎，你是那个张工，你妈的怎么着你反共我无所谓的，那我就走嘛。然后，但是我是有因为2个客户，他因为听我的歌，然后特别照顾我。对，一个就在 Chino，另外一个在 Ontario。对，是因为他，哎，我去跑业务的时候一看，哎，你是那张工吗？因为你创作了这些反共反西的音乐，不仅这个生意上没损失，还反而结交了很多朋友。那也不至于吧，就是说至少我目前没有，就是说，就是我去跑客户的时候，只有2家客户他就认出来了，就说，哎，你是那个亏的老张，我说是，有一个是叔叔，另外呢一个是叔叔阿姨和他儿子。然后这3个人也都是我的忠实粉丝，我的每期 YouTube 视频他都看，对，然后也生意上很照顾我，对，然后但是因为我唱歌说不要我货的，就目前还没有发现，对。有没有可能因为你反习近平、反共产党，中国这供应商不跟你合作了，这不完蛋了吗？这个是有非常大的可能的，所以说我现在就是把产业链就是往菲律宾和马来西亚转，对，现在有的货就是不是从中国来的。因为洛杉矶很多饭店人家是亲共的，拥护中国共产党，甚至是领事馆非常照顾的合作单位。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亲共啊反共很多都是在形式上，在网络上，然后他去闲下来没事的时候可以骂2句，可以就是亲2口。
对，但是真是放到生意上，放到现实当中的话，大家还其实挺在乎，就是你的服务，然后和你的这个价格，同样的一个型号，同样的 size，然后别家公司可能25.9块，但是我们呢就是24.9块，而且服务还比较好。他可能也就不会在乎我是什么返工啊或者什么的，对，我想应该是很现实。对，当然也肯定有很多人就是，可能我一进去跑业务的时候，至少现在还没有见过啊，可能，操，相信以后会遇到的。其实我原来挺内向的，但是现在来美国，我发现我挺外向的，不知道为什么。还有一个就是特神奇的一个事儿，我妈妈在国内的时候就吃那个叫降压药，吃了20多年了。每天都吃，来美国在旧金山就是说10几天时间，然后他在吃那个降压药的时候，同样的药，然后就是他就头晕，然后一量血压就是好低啊，然后他就把药停了，一直到现在，这降压药从来都没吃过，就不用吃了，这是很神奇的一件事情，对，就俩脚离地了。所以说我这就是说，可能在国内比较内向，来到这儿，哎，开始慢慢外向。你认为你从中国来到美国，现在最大的变化是什么？跟以前有什么不一样？骂习近平不抓了？不是这个，可能更多呢就是说，更真实的表达自己的感受吧。不光是唱歌，包括对人，在国内的时候一周得喝5、6天，在国内的时候以前是应酬，来美国就不需要了，活出自己了。对。然后还有就是说和中国有领导，美国没有。现在不也有了？我听说。你讲讲美国有什么优点？我觉得曾经我觉得美国最大的一个优点，就是在我自己内心里面，只是我个人的看法，就是包容，然后信用，这契约精神，自由嘛，就是可以说自己想说的任何的话，只要在不影响别人的前提下，你可以做自己任何想做的事情，对吧？然后当然肯定也要有自己的道德约束，然后还有就是人与人之间的这种，我非常喜欢，就是走到大街上的时候，哎，碰到一个非华裔，然后他们就会向我打个招呼，我也会，现在我都主动和他们打个招呼，问一句好。我非常喜欢这种感觉，对，这样在中国的时候，你要走到路上和人就是打个招呼，人正走碰头说哎你好啊，妈傻逼！美国在你心中有什么缺点吗？我目前能感受到的最大的缺点就是浪费，对，真的非常浪费。我女儿学校就是准备的食物，给孩子们准备的食物很多都没有，就是都根本没有吃，就是盒子都没有打开，全部都丢到垃圾桶里面。那我相信这绝对不是他一个学校，很多学校都是这个样子。就很多东西其实它是，可以这个叫再次利用的，但是全部都给丢掉了。对，包括一些仓库，然后处理东西的时候都直接扔到街上去。但是他扔到街上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事情，因为大家有其他人需要的话，他就会把它带回家，他还是能利用起来嘛。但是有很多他会直接把它丢到垃圾桶里面。我觉得这个确实挺浪费的。为什么你来到美国之后不继续教吉他呀？我刚开始的时候是想教吉他，我本来计划的时候，我拿那些钱来这开个琴行，就是不说开琴行了，开个工作室肯定没问题啊。然后我当时这个手还可以，就是说去弹琴干嘛的，现在搬箱子搬的都手都快废了。当时不是就是那位老大哥就说，哎，以你的能力，你得学着做贸易。然后他自己也说自己做了30多年的贸易了，但是只是做的非洲市场，美国他没有做过。但是他觉得美国市场非常大，然后就带着我去做贸易，然后就是钱也不用我花一分，然后就是我只负责在这边就是努力的干，然后就是就是多少钱所有的东西我都不用管，我只要把货卖出去就行。然后一听这么好，就一家人就觉得，你看这本来这艺术家、音乐人，天天干活手都硬了，武功都全废了。不是硬了，我那手就有过2、3次，就是早上就手最多就到这个状态。这就是累了，这是干活干的，我深有体会。就是握不住拳，一睡醒握不住拳，但是干着活又能干，但是第二天睡醒还是握不住。我那个是手，就是说肉眼可见的就是粗，我老婆就看到就是我就说攥不住，她一看手，就是因为你按的时候它上面就。那你来美国图啥呀？在中国天天玩，
玩玩音乐多好啊！玩玩音乐，在这儿我也能玩音乐，而且在这儿这儿有创作自由。对，我想写什么就写什么，不用说在国内的时候写歌之前先自我审查一下。国宝找你了，当地找我了？我在中国这国宝没给你嘴巴子。那倒没有，还是挺客气，还挺尊重你。恐吓就拿那个说着方言是吧？对，不是说普通话。说普通话，你学一学怎么说的？我这真拍桌子吧。拿那个文件夹砸我头。妈了个逼！你看写个娘逼什么鸡巴音乐？我操！跪着！你是不是就是中国派来的奸细？你就是那个人。没让跪哪儿？对。你看你写个娘逼这是啥？对。字儿给妈想了。这么说的。差不多吧，就是让我那个就是写的这些东西，这就是形式，然后要给我做毒检，做精神病检查，要自费2万多人民币，然后呢，就这些恐吓嘛，然后就拿那个文件夹，就是那文件夹那么厚一沓的纸，全是 Twitter、YouTube， 对，从我后边。张工，我操！我看你那妈逼活腻歪了。对，但我现在还活得好好的，没让他们得逞。当时的你在政府的眼里就是属于精神病了，得做这个精神病鉴定去。对，其实现在但很多人都觉得我是。如果不是精神病，就得判刑了。不是精神病就入刑了，应该。不，我觉得我肯定是精神病。还是精神病好？不，我肯定是精神病。还是精神病好，不用抓呀，不用关呀。你认为你这病能好吗？好不了，你短时间好不了。亏对老张，我觉得我应该是这一辈子就这个样。属于疯了是吧？对，基本上就是。我看你在这个巴拿马雨林在这自弹自唱，有观众吗？对，100多呢，至少100多。但是只有10几个、20个中国人吧。掌声哇哇的，还呼呼的，太爽了！当时那种感觉，你知道吗？我当时临走的时候背着吉他，我还提了个音箱呢，结果音箱，太重了，被抢了。没有，太重了。送给别人了？没有，我寄到美国来了。我天！然后我是在基多的时候把它寄过来的，但是我背着吉他，我的一个就是出发前的一个小梦想，我要在雨林里面唱一首我自己写的歌。我觉得我应该是第一个人吧。对，最起码在华人群体里面，我觉得应该是第一个。你应该是整个中国大陆唯一一个抱着吉他走线的。那不是，我记得我刚来的时候还有一个说自己带着小提琴的一个，就是。那他不是吉他呀？他没有上美国之音。说真的，其实背个吉他真的挺，就是你如果真的没有背的话，能轻松超级多，能轻松。它真的是非常大的一个负担。对，在海上的时候，你还得担心它不要被水泡，然后还得拿好几个垃圾袋给它套起来，反正就是挺重的。你过海了吗？过来呀，穿加勒比海湾呢。危险吗？我从来没有后悔过，到现在也没有。但是我看到那个船的时候，在那海上，那浪那么大，就那么个小船，我看见的时候，当时我想掉头回去。当时真的是内心里边，那是唯一一次，就是。你当时忍心让你老婆、孩子、父母坐这个船吗？那一闪即过吧，就是要回去，不能坐这个船。但是后来还是坐了嘛。那后来也很幸运吧，就一块儿就过来了。但是坐那个船的时候，有一个非常，就是说我现在都记忆非常，就是说深的一件事情。就我不知道那个船为什么，就船走的时候，它那个海浪就基本上它那个水都会到那个船舱里面嘛。然后我就靠着这个船的一侧在这里坐的时候，这个海里面那个水飘出来好多就是亮的星星一样的东西，像火星一样的，就是它真的会有那个东西，我不知道那是什么。彩虹，非常漂亮。就是说，它那个海浪就带出来的时候会有火花，就像火花一样的东西。对。最近在美国，尤其洛杉矶地区，国土安全局、移民以及海关执法局大肆的抓捕非法移民，你紧张吗？紧张啊，肯定紧张啊。你怎么看这件事？该抓吧。
这个还真不好说。说你紧张什么呀？我紧张，我担心我走到街上的时候，就是突然就被抓走了。抓走了之后，这个生意怎么办？公司和家庭运转不了了。对，然后比较担心。但是这件事情呢，我觉得就川普的这个政策，我觉得有点太过激了。他不是说抓的都是有犯罪记录的吗？你没犯罪记录，你紧张什么？但我看到的好像并不是说全部都是这个有犯罪记录的呀。就非法入境的他也抓。对，非法入境的也抓。然后我这边的一个 Gus 就是工人，一个他是美国公民，他爸爸妈妈也是美国公民。他昨天告诉我说，他爸爸妈妈现在上街都要拿护照，因为他不会讲英文嘛。对，然后他还和我说那个帮人怕，然后那边有一所学校，就 S 就在那边就停了3辆警车，孩子放学的时候，然后就进学校抓的。没有，就是抓家长。更多的就是看这些个就是Home Depot 就是很多墨西哥工人嘛，然后现在人都很少在那边了。对，现在这工人成本价格更高了，雇不上人了，合法的要价太高。现在可能南加州的这个洗车行擦车的少了。对呀，他们就是昨天我还看了一个，就是找了一家很大的洗车行嘛，就把人都抓走了。对。然后，反正我觉得这个很多墨西哥人就是我每来一个，比如说来货柜，让他们帮忙卸货柜的时候，我都会问他们，就是他们来到这里就是说，就是赚钱嘛。然后其实他可能都来了10几年，就像有一个叫 Felix， 就是正常都是他来给我卸货柜。他第一次来的时候10几岁，但是他现在他在这干了几年，然后就又回这个叫危地马拉了。然后呢，在家待了4年，这不又来，一直到现在。他爸爸妈妈也都是在这边，然后家人，但是他也没有，就是没办身份，对，根本就没有办身份。对，因为办身份这个成本对于那拉美的人来说呀，实在是太高了，直接就不用办了。对，但是他和我说过一个，他说，我问他有没有考虑在这边买房子，他说没有，他说在这边买房子，我可以在我们国家买10几套，而且都是大房子。你到达美国多久之后，你爸吵着要回国？5、6个月吧，就是把钱都霍霍完了之后，就他没有吵着要回国，他只是在非常极度愤怒的情况下，然后呢，就是说了一些这个叫比较过激的话，对，但是他不会回去的。在你们全家计划来美国出发之前，你怎么给你父母做的工作，让他们来到美国再也别回去了？这不是23年来的嘛？我应该在18、19年的时候就给我爸爸就是手机上下载了 YouTube、Twitter， 先洗脑。对，然后他一直也对中国的各种政策，他也是有很大的这个叫不满的。但是呢，他就干工地嘛，然后也不在乎这些东西。然后就是后来也是因为疫情嘛，然后他也是看到了很多，然后又被隔离啊干嘛的。就是我就和他说我们要走，他肯定他是不同意的嘛。你走你自己走，我肯定就是不走，我和你妈就在国内怎么着。但是我就和他说，我说你必须跟我走，你要不跟我走，我会很痛苦。但是我在中国持续这样，就是在中国待着，我会更痛苦。然后因为我爸爸觉得在国内我们的生活条件呀，包括回到我们村里边都是还是比较，就是他比较脸上比较有面的嘛。然后呢，属于上等人，也不叫上等，就是说在当地还行。在农村，其实就是说你谁家有个车，买个车，然后就是属于无敌了。对，也不说无敌了吧，就是他们会农村嘛，就这样成为那个村里的讨论对象了，议论对象。那他也对，然后就觉得过得挺好，就是没事找事儿，然后就是，但是最后我就和他说，我说反正你要是不走。你不和我一起，我会很痛苦，我也不走，就说不定当然我这也是故意这么和他说，我说我再这么下去的话，他们再抓我干嘛？我说不定我都坚持不住，我自杀了。当然我100%不会自杀的，这是我，
然后就是策略，对，我就先骗着我爸，就把他俩都哄到泰国。我说你先到泰国，跟着咱就感受感受外边的这个国家怎么样。然后到泰国带着他一顿玩，芭提雅，然后去华欣，然后清迈山上骑大象，然后一圈玩的下来，哎，感觉确实挺好玩。爸走吧，咱们偷偷去美国。然后他们是从泰国出发的。对，然后他们莫名其妙的就他们当时不知道要出发了。知道，我就是那我爸那些都不傻，我买土耳其机票的时候他就知道了。其实这个我就说我爸，他是说最狠的话，他做最这个就是说最暖心的事儿，然后他就是说虽然他还没同意我说来美国的时候，他自己也查了很多关于偷渡的攻略。他也每天在刷短视频。对，他也查攻略，他说哪个国家怎么着。对。那你这一道顺利吧？我觉得还是挺顺利的，很丝滑。对，挺顺利的。但是，当然这都是顺利的到达这里之后，我才说挺顺利的。对，但是中间肯定也有很多不顺利的事情吧。但是现在你在回想的时候，其实也都过来了。遇见抢劫了吗？给这抢劫肯定有啊。抢了多少钱？就是藏钱，他们抢也抢不了多少，也不叫是说就是当地人抢，对，就是警察，就是特别是哥伦比亚的警察，然后墨西哥，就反正几十块钱，3块5块180的，就是就搜嘛，对，就搜你的每一个包，搜你的搜身，搜所有的他们认为可以藏钱的地方，对。我看着你是在所有走线群体里最有正事儿的，走过来，上完媒体。开始有了自己事业，每天马不停蹄拉磨。对，来到这儿之后就开始。我是2023年6月28号入境，在移民监狱，29号出来的。出来之后呢，就先来洛杉矶了。出来之后就先买了辆车，然后买了辆车呢，我就又去接我爸我妈回来。回来之后我们就开着车就去旧金山了。然后在旧金山的时候还考虑着就是办学校办工作室嘛。然后就又想就刚才说的要做这个贸易，然后我就从8月1号又从旧金山回到洛杉矶，到洛杉矶第一件事就是找房子嘛，找完房子就注册了公司，8月15号公司就成立了，一直到现在，对，基本上就是来美国第1个月吧，没停，对，没停，对。你父母因为你想来美国，结果二老给关到监狱里了，他俩有没有埋怨你？他那个不叫监狱，有吃有喝的，就是有点冷，然后还给做体检，挺好的。美国监狱不都这样吗？咱也没进过中国监狱。二老有没有埋怨过你？没有，到目前来讲，特别是我妈都觉得，这美国太好了，美国。感谢计划生育是吧？当时就生了你一个，要你兄弟好几个就不来了。对，当时计划生育就是我妈妈不是还被那个叫子宫摘除了吗？我天！对，这孩子都4个多月了。对，你有个弟弟？那也不知道是弟弟是妹妹啊。对。那你妈属于这个被中国政府迫害的？这肯定啊，但是就是说没有来美国之前对这个没概念，觉得就是说，对这个就是理所应当的，不是自己，大家都是这个样子嘛，那就是自己违反了国家的政策而已。对，但是现在好像在中国不生孩子，他们还没开始抓哈。说明共产党还是仁慈。太仁慈。从中国去泰国，泰国土耳其，没去土耳其。去土耳其了，土耳其，然后基多，对，基多，然后一路上北，哒哒哒哒来到墨西哥，来到美国。其中最艰苦的环节是哪个环节？危地马拉。发生什么了？因为危地马拉我女儿身体不舒服，然后就是眼睛也长了一个大包肿，然后发烧，没有医生，然后最重要的是，他10几个人都一路上都跟着我嘛。然后在危地马拉的时候，我不想找他当地的那个叫蛇头，然后去。不是因为给他们就是花钱，是因为他们一辆轿车里面要装8个人，而且走夜路山路开得很快。然后最近我来的那几天，正好他们就是发生了2次枪战，晚上的时候。对，所以黑帮火拼。对，就是偷渡团伙火拼。对，因为他们要抢客源嘛。对，就是当地居民和当地的这个帮派，然后就是说因为抢生意就开枪了。
然后比我走的前天的一个中国人的手掌被打穿了，然后还有一个腿车翻了之后还有另外一个女的那个腿也断了，对。然后我就不想走他那个路，然后危地马拉是我自己就是用他的这个叫城际公交，然后一个车一个车就这样走，就穿的整个危地马拉。在危地马拉，我女儿身体又不舒服，然后身边除了我一家人，就是其他人一个也没有嘛。然后那些司机只要一看到我们，就感觉就是叫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吧，就是同样的就是售票员过来要钱的时候，别人都是。我具体忘了多少钱了，反正是10倍、20倍都不止，而且他们都给比索，然后到我这儿就必须要给美元，别人可能给个就是1美元都不到的钱，然后他要找我们每个人要20美元，最后可以还价，还到5美元，还到几美元，然后拉到一半的时候就让你下车，你不下车你继续再给钱。然后一个就是出租车司机非常胖，然后长个大胡子，然后白胡子，很胖。哎呀，我看他的就是这个表情真的非常非常的善良。然后我就说我要去哪，然后他就就是说给我说$10，就是10块钱嘛。然后我就没问题，我们都把大包小包放上去，然后坐上他的车，他就拉着我到了那个目的地，10来分钟的时间，中间我还在加油站给他买了些水，买了一些东西，因为感谢他嘛。然后到了，他就给我指那个车就是你要坐的车，然后你要给我200美元。我就当时我就是非常的懵逼了，对，懵逼了。然后我说我没有钱，他说那我现在就把你拉到这个我们拉到移民局。对你是非法，你是这个没有经过我们国家的允许，因为我有个翻译机嘛，他说西班牙语，然后进来的，我现在就把你送到这个我们的移民局去。然后他就开着车加着油门掉头就跑。然后带着我们，我就赶快我就拍他，我就说我不要停下来，我给你，然后我就给他之后，然后他就就是把我送到那个大巴车那里，然后到了大巴车那里之后也是同样的，就是他们开始找我一个套路，要钱，对，然后不过一切反反复复的，对，这不就是温故1942吗？老乡嘛逃难了，对，然后其实但是我这一路走下来比他们花钱还少。对，而且没有经历，就是说那个真正的，就可能他就是要点钱嘛，然后没有经历特别坏、特别恶的土匪，光遇见小混混。我并不觉得这一路上有非常坏的土匪，对，可能他们就是为了钱。没有职业土匪，都是业余的，半路出家。一看中国人好欺负。对，但是让我非常感动的事情，我不止一次说过，就是那些雨林里面的那些向导，他们真的就是说人都志愿者非常的善良。那不是他就赚钱的，但是在你遇到危险、遇到需要帮助的时候，他们不会和你谈钱的，他们就是说作为一个人的本能，他去帮助你。这个真的让我非常感动。巴拿马雨林里的向导是当地的人，对，就是给你指路，然后你给他钱。这个钱也不是我给他的，是就是蛇头，然后给蛇头了之后，蛇头会安排就是向导带着一帮可能几十个上百个，然后有这么几个人，然后去带领队属于，对，就领队吧，就跟导游那个地陪似的。对，介绍，哎，这是建筑多少年了？这棵树300年了。在雨林里边，最让我吃惊的一件事就是经常可以看到中文，里湾马。你一辈子都不会忘记的交通工具。天哪，这个广告太牛了！你知道，在雨林里面，我竟然能看到中文。我们的同胞还是无处不在，对，再小的胡同里面都有。你来到美国踩过这么多坑，你能不能讲，告诉大家如何避免踩坑啊？我觉得这个无法避免，每一次踩坑都自己汲取经验吧。这个没有办法避免的，我觉得也不是一句话2句话就能好像告诉大家很多。当不一样，我也。对，真的当不一样，因为每个人的招数都不一样。但是我始终相信，只要能来到美国的人，能来到美国的华人，其实都挺厉害的。我看有很多华人同胞在美国混不下去了，打包也撤了。有很多包括走线的人、偷渡的人，甚至办签证的，甚至申请庇护没面谈的人。来美国一看也不是那么回事，他们都回去了。这个我觉得就更多的就是说一开始的目的吧。如果说你只是为了追求这边的一个就是政治环境，
然后他可能就是再怎么着，就是说生活困难一点，然后也不会离开的。但是如果只是纯粹的，我就来到这边 dollar， 就这个样子的话，就是可能如果说他得不到自己想要的东西，他会觉得就是家人也见不着什么，然后就是思乡之情。换咱俩也放心。对，这种思乡之情，然后就来了，正好现在还有一张$1000的补贴嘛。你认识的人有人回去吗？就之前的一个同事，然后他和我说，他姑父刚回去，然后回去买了个就是40多万的汽车，然后一辈子也不干活了，就在村里边，就算可以了。不就横着走，对。已经是名人了，这在村里已经是名人了，已经有话语权了，说话好使了，一讲话都讲美国，村里人都听傻了，听不懂。我就想把这个公司把July Sunflowers，然后把它，就是做强做大，更多的是做好，就是一个文化吧，就是自己的一些东西，然后就是传递出去。你的公司理念是什么？就像我写的那个公司写的那首歌一样，就是心存希望吧，永远心存希望。然后就是无论是身处在黑暗的低谷，但也要相信自己肯定会重新就是沐浴阳光的温暖。其实你这个是诗人，只不过给唱出来了吧？没有了，诗给当成歌词唱出来了。没有。好，今天给大家先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好，拜拜。